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19号。今天呢，我们来就是随便聊天，同时呢，照本宣科，说一些东西，然后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思考，一起探讨，好不好？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就是《纽约时报》今天的一个简报，今天它的一个头版头条的简报叫什么呢？香港多名民主人士被捕，美共和党摔锅中国。这个题目一看呢，就给我们一个直接印象原来香港民主人士被捕是因为美共和党摔锅中国。然后我们再仔细往下面一想，哎呀，这个新冠病毒原来真是美国佬干的，或者是其他的邪恶的组织干的，不是中共干的。因为是美国共和党要把这个罪责摔锅到中国以后，所以香港的多名人士民主人士被逮捕。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哪根筋搭错了呀？我不知道，老徐，你能给我吃颗药吗？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美国的党争，有点类似名目，是吧？因为党争，所以只要站在不同阵营，你做什么都是错的。那么今天我们在美国政治中呢，其实也能看到这些形象。你比如说，中国政府现在的一些做法，仅仅是因为美国人要追究他的责任吗？中国的压力其实比美国《纽约时报》登出来的可能要更大。但是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了许多长期一贯反对川普的这些团体，他们在不断的为大家喂料，让你去相信一些东西，或者说把一些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新闻推送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中国已经接受了很多这种案例了，其实在国际媒体中也是这样的。今天《纽约时报》的这种头版并没有什么意外。每一个国家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舆论都是先行的，而且你看到的审查在这儿变了一种，叫什么呢？由各个财团、各个新闻团体，他们集中为了政治上的站队配合奥巴马去支持拜登，反对川普的人总是能找到一些非常惊悚的话题。他认为香港民主人士被捕，包括被香港前外相推崇为香港民主祖父的，叫李什么？李柱铭，对吧？李柱铭已经80多岁了，那么他还被捕了，第一次被捕是吧？港英当局都没有抓过他吧？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欢呼，有青年人接棒走向了民主道路他认为很欣慰。但是针对香港的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行政当局土共所有的算盘都打在了不停的制造热点，从台湾一直到现在的抓捕香港民主人士，好吧，这完全是恼羞成怒的表现，对吧？我想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与香港民主党的很多的杰出的领袖人有非常密切的一些关系，就包括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华叔，包括何俊仁律师，他都给我过很多的帮助、教导和指引，包括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叫长毛的梁国雄先生，街头斗士，跟我有很好的关系。我不会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他们这次的被捕与民主党与共和党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纽约时报把他们被共匪对他们进行迫害的
所有的罪责推到了共和党。好吧，共和党有罪，共和党摔锅。那么的话，究竟病毒发自于什么地方？是谁制造的？他们为什么不敢说？他们说是因为美国的共和党把病毒的根源指向于某一个研究机构，或者是某一个政权。我们可以探讨，但是这跟香港多名的民主人士被捕有什么关系呢？美国的共和党他摔锅对还是不对？病毒来自于什么地方？跟政治的摔锅和科学的研究指向应该有质的区别。而《纽约时报》中文网今天发出的这个头版头条，它的主题就是直接把香港民主人士被捕与所谓的美国共和党摔锅中国吗？把它挂钩，这个逻辑是不是我要吃药了？很牵强，是吧？我要吃药，求求你老徐赶紧。其实我们都知道，川普这2天的发言越来越直接的指向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而且在今天的白宫例行简报上，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已经明确的指出，现在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政府前期失控，还是刻意为之，这有本质的区别，是吧？刚才陈明林先生也谈到了质的区别。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内部的2党之争，或者说今年的竞选年，根本就不应该牵涉到这种高度。各个党派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说为了夺取最高政治权力进行一些党争，人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记得小的时候还看过马克吐温的这个竞选州长，是吧？你受不得人家泼脏水，他就会退出了。那么川普恰恰不是这么一个人。川普上台之前，很多人都预测希拉里会获胜，有些人就在加州都在表态，如果说川普上台，他们会举家迁徙到加拿大。那么川普上台了，他们就改口了，我们一定会弹劾他，是吧？今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次弹劾，而且就在上一周，众议院的民主党人还在发出一种呼唤，叫我们有可能再次弹劾他，因为他在美国疫情前期措施不力。那现在又在鼓捣大家开放经济。今天川普还在说，有一些州接受了白宫的重新开放经济的指南，已经制定了一些措施，包括一些中西部的州、农业州，是吧？很快就要重新启动起来。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竟然抓住香港民主人士被捕，又把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联系到亚洲，中共正在香港进行的大抓捕。那我觉得太离奇了，对吧？有政争，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干。我要吃药。然后的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是挪威公民，但是我坚决的支持有一个健康强大的美国。同时，我对某一些政治组织没有基本原则的一种把疫情政治化，或者把政治疫情化，我是非常的愤怒。那么让我们看一看《纽约时报》在主标题下面的一个副标题，叫做
共和党选战策略甩锅中国。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或者共和党为了赢得今年的大选的选胜，他们把疫情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而不是美国或者是川普或者是共和党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请问这次疫情这个病毒是川普制造的还是共和党制造的？民主党你能告诉我吗？你们直接说这个病毒是川普制造的，那么你可以说是川普共和党在甩锅中共。假如你们没有证据说明，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病毒是川普是共和党制造的，那么请问甩锅中国从何而来？这样一说起来，不仅是逻辑上的问题了，其实也涉及到政治斗争在选战过程中有没有底线的问题。我感谢我在加利福尼亚，我可以不吃药，我可以抽大麻。哈利路亚！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建立一个维护我们人类文明、人类尊严、人类底线的一个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强大和健康的美国，我们不能够比共产党还烂，不能这样比烂。我们要讲道理。共和党的选择策略是甩锅中国，还是共和党的选战的策略是要重建美国经济？2016年川普上台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一种呼声，这是他之前做脱口秀主持人期间一直秉持的一个观点：中国占美国便宜已经有很多年了，是时候应该改变了。那么2018年、2019年，我们看到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不断的重申一点：美国需要回到世界领导者的位置上。今天的欧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而且在川普针对中国的发言上保持统一的立场。无论是代理英国首相的外交大臣拉布，还是法国的马克龙，在川普表态要追究中国前期隐瞒真实数据，导致全球蔓延陷入灾难，进行彻底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几乎是同一战线，不存在川普个人甩锅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从舆论战升级到立法这一块，这就说明一点：原先的民意形成舆论，最终在参议院、众议院提出一些法案，美国是踏踏实实的按照立法的程序来正式的追究。在这一时刻，仅仅是因为几张选票，就把香港问题连同到现在的川普以及共和党的政策，我认为如果仅仅是这样，仅仅为了选票，我认为《纽约时报》这种报道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所有的政治规则都被他们打破了，你说是吧？没错。所以我现在以我一个就是说很普通的一个人，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也和你们一样，我也不喜欢川普。川普很粗俗，我是很优雅的。川普为什么粗俗呢？大家看过一个视频吗？曾经他在一个公共平台上，一位主持人，一位很有优雅、很帅、很小奶、
那个叫什么？我们现在叫小那个奶油什么鲜肉的小鲜肉，哎，一个主持人，不仅用指头调戏他，勾到他的这个海带，说他这个很粗俗，然后还用手轻轻拍打他的脸，像拍一只宠物犬一样。那么的话，川普真不应该。非常粗俗、非常无理的，直接一个耳光、一巴掌把他拍到地上去，是吧？这个我就做不到，是不是？那么的话，川普就是这一巴掌，赢得了美国男人的尊重，赢得了美国真正知道绅士男人可以捍卫、保卫他们尊严的女人的尊重。好，现在我们再说今天这条消息的第二个分话题，好吧？第二个分话题叫什么呢？美国多州涌现抗议活动，反对居家，要求开放。那么的话，他们的这个具体的东西呢，就是说有大概几个州，每个州呢大概有10几名抗议者，抗议现在目前的居家令抵抗疫情的居家令，也就几十名或者数十名，就那么几个州。那么的话呢，在《纽约时报》的这个主题头版头条上面的第二条理由就是说，美国多州涌现了抗议活动，反对居家，要求开放。好吧，首先能不能让纽约开放？纽约现在是全球受到伤害最严重的一个 DC， 它的感染率是全美的1/3，它的死亡率也超过全美的1/3。那么美国的感染力和美国的死亡率是全球目前的首位。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数据不可靠。川普在昨天和今天也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在告诉我们，我们应不应该相信中共的数据？这还是他们上调了50%的数据。对，这个百分比，这个死亡率，以及各个国家不同的医疗条件、医疗资源和全民的动员力。当然我说的刚才只是3个概念而已，但是这3个概念是可以要人的命，也可以救人的命。我认为啊，在美国疫情爆发，是否重新启动美国经济的这个当口，大家可以考虑清楚一点。作为川普来说，他既有美国经济能够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这么一个考虑，也有类似于有利于他竞选的这些策略，但是最终他的权力是下放到各个州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呢，各个州可以充分的利用民意，利用本州现在的处境，以及对未来从医学上的展望，那开始做出一些行动。联邦已经下放了权力，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朗的一个政治事件，它非常融洽的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美式民主。那么在这一时刻，片面的支持某一些观点，无原则的盯着川普，我认为没有必要。你可以就事论事，对吧？但你不要认为川普所有的事儿都是错的，包括共和党所有的这些提议的法案在众议院、参议院集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由共和党的议员提出来的这些议案，要求免除
中国政府的豁免权，让普通的美国民众都能状告中国政府，以获取在这次疫情中受到的损失，无论是人员还是经济上，那么希望能够获得赔偿。我认为川普和共和党的做法没有任何错误。为什么在这一时刻？因为选战的原因在背后捅刀子呢？今天这个报道它的主题中心就是说，你不能关闭美国，那么的话，我们现在倒带一下到今年的1月31号或者1月2号，我们再倒带一下到今年的2月初，1月31号、2月1号啊，以及今年的2月初，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做了最正确决定的是2个人，一个是蔡英文，一个就是川普。我还在来到美国之前，当时我还在挪威，当蔡英文决定关闭台湾，第一时间，台湾的一位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跟我通电话，我直接告诉他，我第一次为蔡英文点赞，他做的是对的。那么的话，如果没有川普总统及时的关闭关口，请问美国现在仅仅只是死3万多人吗？美国现在仅仅被确诊的只是70多万人吗？他们当初说川普总统没有采取好的措施，他们当初又反对川普关闭关口，他们今天又说川普什么都没做好。那么唐德赛做的最好吗？民主党做的最好吗？当然我相信现在美国的很多民主党一些领袖，他们其实也在深思。实际上我感觉就是我们加州的这个州长，他是一位民主党领袖，他在抗疫问题上，至少在抗疫问题上，他还是比较认同，就是说联邦政府的一些决定的。对，因为前期我们知道，第一个要说关闭国门的应该是朝鲜，是吧？三胖非常了解中国的报道，在习胖20号批示的时候，三胖就已经关闭了国门，而且他明确的指出，一定要关闭到疫苗出现为止。那么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了，蔡英文政府是非常迅速的关闭了来自于中港澳的游客。那么美国这边，当1月31号川普下令过去14天到达过中国的这些哪怕是外国游客，是吧？都不允许直接进入美国，美国公民和绿卡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除外。这条规定刚刚出来的时候，骂声一片，是吧？民主党支持的所有报纸上都有一条川普的新的罪责，说他涉及到种族歧视问题。那么川普做错了吗？川普当时不仅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还是在顶着民主党正在弹劾他的这种压力之下做出的。我认为这一刻去指责川普，纯属在野党的作风，因为你没有掌握权力，所以你可以胡吹乱骗，张着口瞎说，包括你当时说了什么，可能他都忘了。他们今天说的明天忘，明天说的又是一套。他们就是说找一个适合的环境说适合的话，然后换一个环境说换一个环境的话。那么的话，这一篇报道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就说类似的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就好像哎呦美国呀完了，美国哎呦都在要弄死共和党，要弄死川普。那么的话，最后我们又看到的，实际上呢，就是印第安纳州、内华达州、马里兰州这3个州，然后这3个州每个州呢也就几十个人在举牌，然后现在真正的能够敢于与川普总统叫板的，也只有纽约州的州长。他是谁？他叫科莫。那么纽约州为什么沦陷到如此程度？我们可以回到1月20几号，我们可以看看纽约州的这位州长，他是怎样的号召大家像武汉一样，像武汉的万步亭一样，我们大家一起欢聚，我们一起聚集，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很安全 OK。 然后他今天他向川普总统说，你应该给每一个州57亿作为救助，因为这是你的责任。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灾难，这不是我科莫的责任，我是民主党，我是政治正确，我 very good OK。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因为战争而导致的舆论上的引导，其实在生活中经常能够遇到。我们看到的许多媒体都带有这样的色彩，而且这种色彩不会从我们面前消失。这是民主的成果，也是民主的代价。我们大家应该在这种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尽可能检索出一些，包括网络记忆。如果你看到一篇文章，你觉得有疑问的话，你往往可以往前翻一翻，看看他2个月前是怎么说的，3个月前是怎么说的。不能光看今天的这篇报道，因为它会误导很多人，你说是吧？好，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小学生认为我们在骂《纽约时报》，中学生认为我们在骂民主党，大学生思考的问题就是认为我们在说怎么样认识社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战场，大家原来可能没有关注到，我们只看我们喜欢的新闻，或者说它推送到我们眼前来的新闻。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处于一个后真相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都是别人刻意有选择的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看更多的他们之前说过什么，这样才能公正的评价一个事件，评价一个领导人，你说是吧？永远不要相信堂而皇之的骗子。假如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骗子手上，我们就必须接受暴君的蹂躏。再见。谢谢大家。